周胜安70岁时，提出与原主离婚，迎娶白月光，一双儿女，劝原主大度，原主被活生生气死。我穿到原主还没嫁给周胜安时，发现她也重生了。上辈子为了照顾好周胜安的大后方，原主选择做一个家庭主妇，她步步高升，成为人人尊敬的首长，却怪原主拆散她和白月光，重来一世。我祝他们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部队家属院里正在举行着盛大的婚礼，周胜安担心我会破坏这场婚礼，特意安排了警卫员维护现场的秩序。眼前的一对新人是该死的般配，男人高大英俊，脸上洋溢着得偿所愿的满足，新娘穿着最时兴的红色嫁衣，优雅漂亮。我站起身，正带着姚云敬酒的周胜安眉头一皱，下意识地把他挡在身后，看向我的眉眼深邃中带着警告。周胜安下意识防备的动作，让我意识到他可能也重生了，不然怎么解释上辈子他没和姚云结婚，而这辈子他提前娶了心上人。我微笑着，声音清晰而坚定，面向全场宾客：周营长、姚医生，我衷心祝愿你们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周胜安很惊讶，不过随即想起来，这一世我们还不熟，准确地说，我是穿越了，但拥有原主上一世的记忆。上辈子原主嫁给周胜安后，为他操持家务，照顾爹娘，管理好他的大后方，让他一心扑在事业上。后来步步高升，成为人人尊敬的首长，人人都羡慕原主命好，一个乡下女人能成为首长太太。然而在她70岁那年，因为一生未婚的白月光身患癌症，想要圆她一个梦，选择和原主离婚。一双儿女也劝原主大度，说他霸占了周胜安这么多年，他应该知足。周胜安和姚云举办婚礼那天，原主的儿女带着孙子孙女去了现场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原主被硬生生气死了，现在我穿成了没有嫁给周胜安的原主，自然不会走他的老路。至于那一双儿女，生了不如不生，没什么好遗憾的。周胜安察觉到我的变化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情绪，带着警惕道：谢谢你的祝福，我收下了。家属院里几乎所有人都来了，很热闹。我不想继续待下去，准备起身时，江小爱拦住我的去路。姐，我知道你喜欢周大哥，但周大哥和姚医生是真心相爱的，现在讲究自由恋爱了，不像乡下还讲究包办婚姻那一套。你别捣乱。他是声音不大，却能让周围的人都听清。我看着江小爱那张和原主长得7、8分相似的脸，实在想不通，明明她们才是亲姐妹，为什么她总是处处针对原主呢？我是真心祝福他们的。怎么，小爱，你是不是不希望周营长和姚医生结婚，想让我替你毁了他们的婚事？我眼底平静无波，看向他。江小爱脸色一僵，又惊又急。江瑜，你胡说什么？看到他的反应，我扯了扯嘴角，这叫此地无银300两。小爱，怎么了？这边动静引起江建国和邓玉娥的注意。邓玉娥连忙走过来，看到江小爱憋红的眼睛，瞬间对我怒目而视。江建国也瞪我一眼，考虑到场合不适合训斥人，对邓玉娥说：别闹事，今天是周营长的好日子。邓玉娥狠狠瞪我一眼，大有一种回家弄死我的架势。我先走了。我眼神无波无澜地扫过他，离开了一世喧嚣。江建国和邓玉娥生了4个孩子，
上头是2个儿子，第3个就是原主。原主刚满周岁，江建国工作调任，担心女儿在路上吃苦，邓玉娥只带着2个儿子随军。随军后，邓玉娥发现怀孕了，就一直没有接原主，直到2年前，原主的爷爷病逝，2口子才把原主接回来。接回来后，发现和这个女儿亲近不起来，所以很不喜欢她。回到家，环视四周，才发现原主在这个家的处境。江家3室一厅，2个哥哥住一间，原主和江小爱一间，江建国2口子一间，空间很窄。原主的床是门板临时搭的。原主不明白江小爱为什么针对自己，但我稍微想想就明白了。虽然是亲姐妹，但原主在乡下长大，和江小爱没有感情。而且原主没来时，她享受家中独份关爱。原主来了，她担心原主会分走属于她的关注。其实江建国和邓玉娥并不爱原主，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多年都不接原主回来？就是名字，一个备受宠爱，一个略显多余。既然这个家不欢迎我，我也不想在这里添堵。他的衣服不多，我几分钟收拾完，背上水壶就离开江家。刚下楼就遇到提前回来的大哥江源，他不悦地皱眉：刚刚在周营长的婚礼上你就闹，现在还不消停，我削你奶奶个熊！对眼盲心瞎又喜欢道德绑架的人，我对他没啥好感。也许原主以前都是低眉顺眼型的，所以被我这么一噎，他半天没说出话来。江瑜，有本事走就别求着回来。江源作为江家第2有权威的人，还是头次这么被人下面子，气得不行。你放心吧，就算你求我，我也不会回来，我头也懒得回，留下气得发颤的江源。原主在乡下时跟随赤脚医生学医，进城后在军医院找了一份后勤的工作，申请住宿舍，今天显然是来不及了。原主本来就是后勤的，知道哪里有空房间，先苟一晚上，明天再按照正规流程给自己安排住宿。上完早上的班，我就把住宿手续办好了，下班后不用热脸贴人冷屁股，更不用面对一堆做不完的家务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好日子没过3天，我就被邓玉娥拦在通往食堂的路上。原主的记忆里，这个亲妈一直把她当佣人使唤，一家人的衣服以及其他家务都是原主一个人做。但即使是这样，还是不受待见，握不住的沙，不如扬了她。看到邓玉娥，我挺烦的。邓玉娥就不耐烦道：江瑜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昨天你欺负了小爱，我们还没怎么着你就搞离家出走，你不嫌丢人，我们还嫌呢。你丢人那是因为你心虚。邓同志，你在家吃饱了不饿，我可还饿着，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。我越过他往前走，邓玉娥顿时脸色煞白。江瑜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还有没有教养？啥叫教养？我问他，我只是想吃饭，怎么就没教养了？邓玉娥被噎住，我知道她是不满我说话的态度和语气，但我说的内容没问题，她想反驳也反驳不了。我刚要走，一个严肃的声音道：江瑜，这是你妈妈，你怎么用这种态度跟她说话的？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心里无端冒火。娘的，上辈子她就仗着原主脾气好，对原主各种教育，她以为她是谁？周营长好大的官威，连别人的家务事都要插上一脚。我看着周胜安，江瑜，你怎么跟周营长说话的？邓玉娥又气又急，我说的有问题吗？我问。周营长管天管地，还管别人的家务事，怎么住海边的？江瑜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关心你的家庭和谐，才不得不开口。
周胜安的声音中带着几分威严与不解，他显然没想到我会如此针锋相对，关心还是多管闲事。我挑眉，直视他的眼睛。周营长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你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作为外人，是不是应该懂得界限二字？邓玉娥在一旁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她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被我的话堵了回去，只能焦急地跺脚。江瑜，你……周胜安一时语塞。上辈子周家来提亲，定下婚事后，他就习惯性教育原主，直到60、70岁，在他眼里，原主还是哪里都不对。这一世，他还敢指手画脚。眼见周围的人越来越多，他辩解道：“我只是希望你能尊重你的母亲，用更恰当的方式沟通。尊重是相互的。”周营长，我冷冷一笑。如果他能尊重我的需求，比如让我吃顿饱饭，那我自然会以同样的态度回报他。但现在，他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不愿满足我凭什么要对他和颜悦色？邓玉娥闻言，眼眶瞬间红了，她哽咽道：“江瑜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，为了我好。”我嗤笑一声。那就请先让我吃饱饭，再谈其他吧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他们二人的反应，转身继续向前走去。我去各个公室分发办公用品，平时还能说上话的护士，这回都避着我，看我的眼神鄙夷中带着厌恶，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。我猜是和周胜安还有邓玉娥发生的不愉快被传开了。不过这些事并不能影响到我的心情。到姚云所在的办公室，周胜安竟然也在。上辈子他总说工作忙，从未到过原主上班的单位，就是帮忙送东西，也是过门不入。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。他的眼神有些怪异，还有那下意识防备我，怕我会伤害姚云的动作，这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忆。我心里嗤笑，离开办公室，几个护士聊天内容传入我耳中。原来他喜欢周营长，我就说怎么经常往周营长家跑，原来是献殷勤。现在周营长和姚医生结婚，他还到咱们护士站来，安的什么心？周胜安替原主解围过，原主投桃报李，经常帮周胜安的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上辈子也是因此，周胜安的母亲看上原主去提亲，但之前都相安无事，怎么突然有谣言传出？不等我想明白，突然有人喊：“医生，医生，快！有人受伤了！”职业本能使然，我连忙跟上去。担架上的男人浑身是血，被人匆匆抬走。我正要上前，就被人一把拉住。靠边去，别耽搁救人！竟然是周胜安，我甩开他的手。周胜安也意识到，连忙拉开距离。胜安，姚云小声喊道。周胜安有些心虚，但当务之急是救人。小云，先救人。姚云点点头，朝受伤的男人走去。走了2步，不甘心地扭头看我一眼。眼中的怨毒和平时的文雅大度完全不同。刚刚他肯定看到周胜安拉我的动作，但现在顾不得这些。男人伤得很重，我下意识跟去急救室。江瑜，你一个后勤人员来在这里干什么？一个护士拦住我。周胜安也不越皱眉，这里是医生治病救人的地方，你别来添乱。我想对他，但此刻不是争辩的时候。10分钟后，急救室的门被打开，姚云对周胜安说：“肩膀受伤昏迷，还有些皮外伤，不严重。”周胜安松口气，还好。我也跟着松口气，正打算走，姚云喊我：“江瑜，我记得你是后勤的，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我下意识地说：“我也是医生，过来看看。”一旁的护士嗤笑，跟着赤脚医生学2天，
就当自己是医生了。周胜安满脸不悦，不过大概想起来我们没关系，神色严肃地说：“医疗重地，闲杂人等别在这里逗留，懒得跟他计较。”正打算走，医生助理跑出来：“姚医生，伤员呼吸减弱，情绪不稳，别慌，我去看看。”姚云匆匆返回急救室，片刻后慌慌张张跑出来：“盛安，不行，他还有内伤，需要做手术。小云，你别急。”周盛安急忙安慰他：“魏医生呢？魏医生公出，还没回来。”周盛安继续安慰他：“你一直是魏医生的助理，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。”“不行，盛安，我没单独主过刀，也没有主刀资格，会被追责的。”见状，周盛安也不逼他，去通知人联系魏医生去了。攥了攥手，我走进急救室：“江瑜，你做什么？”姚云想要拦我，被我推开。救人。男人身上确实有很多外伤，胳膊的伤处已经处理包扎过，但看起来呼吸困难。我快速给他做检查，肋骨断裂，这么明显的伤，姚云竟然没发现。继续检查时，我心都提到嗓子，肺部被肋骨骨折刺破，造成昏迷，是创伤性气胸中的开放性气胸，必须及时救助。封闭胸壁窗口，变开放式气胸为闭合性气胸。姚云拽住我：“江瑜，我知道你喜欢盛安，想要把我比下去，但现在人命关天，不是你闹脾气的地方。”我真服了。眼见对方快晕厥，我抽出姚云口袋里的笔，在他的尖叫中，在伤员的胸膛上对准位置扎下去。“江瑜，你做什么？”伴随恼怒的喝声，我被一把拉出病房去。魏医生急急忙忙回来，很快伤者被安排手术。我在手术室外听到里面诊断结果和我预估的一样，我被周盛安拽到医院外，他眉目紧皱：“江瑜，你最好在这里反思好，待会儿政委将会亲自前来了解情况。”言罢，他决绝地转身朝急救室去，周围的人窃窃私语。江小爱一脸责备：“姐姐，我知道你喜欢周大哥，但你不能因为嫉妒就拿笔捅救国英雄。”伴随江小爱声泪俱下的指责，周围的人对我连珠带炮的骂。邓玉娥险些气晕过去，江建国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又气又急：“你这个不孝女，就是个惹祸精！我必须将你送到政治部，让组织来审判你的行为。老江，这是你女儿，就算送去政治部，你们一家也要受牵连。”“是啊，我没有这样的女儿。”江建国越听越心惊，他的大好前途，2个儿子的大好未来，他不想受连累。“江瑜，从现在起，我要跟你断绝关系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”“好啊，我答应的爽快。”“江建国先生，希望你说话算话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我看到江小爱满是挑衅的笑。江建国气得不行：“好得很，以后你和江家再无半点关系，你的死活都和我们无关。我们走。”“老江，别急着走啊！”政委从医院出来，忙喊住江建国。江建国脚步一顿，脸上的表情都僵住了，他怕被追责。江小爱连忙说：“政委伯伯，这一切都是江瑜自己做的，和我们无关。刚刚他已经和我们断绝关系了，以后他的事都和我们无关，由大家作证。”“对，政委，江同志已经和江瑜断绝关系，我们可以作证，我也可以作证。”政委皱了皱眉：“老江，这是真的。”江建国勉强保持平和：“政委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这个逆女就当我没生过，不过她犯了错，我也有责任。”政委背着手走下台阶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也没什么责任了。”江建国僵硬的脸色微微缓和，政委又对我说：“小江同志，你立功了，
我知道他说的立功是什么。周围的人闻言皆是一愣，随即目光纷纷投向了江小爱。只见他情绪激动地反驳道：“政委伯伯，这肯定是误会。江瑜他怎么可能立功呢？”“对呀，对呀！”人群中的议论声再起。不是说他用笔捅了救国英雄吗？怎么突然又变成立功了？政委见状，神色瞬间变得异常严肃，他严厉地呵斥道：“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是谁在这里散布这种无稽之谈？小江同志哪里是用笔杆子捅人？他是及时为顾团长进行了急救处理，给魏医生的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。现在顾团长已经顺利完成了手术，正在康复中。你们这些人不明真相，就在这里乱嚼舌根。军属可以不识字，但绝不能不讲理，更不能偏听偏信，造谣传谣，这可是严重的违纪违规行为。”政委的话音刚落，全场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被这股威严震慑住了，目光纷纷转向江家人，眼神中充满了责备与怨愤。江建国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打得措手不及。江小爱和邓玉娥更是面面相觑，一脸不可置信。政委继续说道：“我们部队讲究的是奖惩分明，对于今天在场各位的行为，我深感失望。明天请你们家里的男人各自写一份检讨交上来，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。”听到这话，大家心里既害怕又后悔，却都噤若寒蝉，不敢有半句怨言。最后，政委转头看向我，语气温和了许多：“小江同志，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出色，部队一定会给予你应有的奖励和表彰。”我哦了声。政委一脸疑惑：“小江同志，你还有事？周营长说让我等着你带人来了解情况。”我实话实说。政委扭头看向后面跟上来的周胜安：“了解什么？”周胜安有瞬间窘迫：“政委，都是误会。”他看向我，我眼神都没有分给他一个。周营长不知全貌，不下定论。政委严肃道。周胜安脸色一僵，连忙说：“是，回去吧，都散了，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”跟着政委的警卫员说完，大家连忙散开。他又补充一句：“该写报告的写报告去。”江建国愤怒地看着我，我知道他是怪我让他丢脸，而且如果没有刚刚的事，他还能有个教女有方的功劳，但现在他是面子里子都没有了。我回头时，周胜安竟然还没有走。江瑜，刚刚是我没弄清楚情况。他一脸抱歉道：“但你今天确实冲动了。”周营长，训斥还没结束，我直视他的目光。胜安，姚云走过来，刻意地挽起了周胜安的手臂，脸上挂着几分歉意，却难掩眼底的一丝挑衅。江瑜，刚才的事情真是对不住了，大家情绪都太激动了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作为医生，面对病患时，首要的是冷静与专业，任何个人情绪的介入，都是对这份职业的不尊重。说完，我潇洒转身离去。2天后，军区医院为我开了表彰大会。表彰大会结束，魏医生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当助理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这可是个好机会啊！那天受伤的病人叫顾西周，因为药效沉沉地睡着，魏医生让我多注意他的情况。现在技术不够先进，而且职业本能，我有些不放心。保险起见，我决定再给他检查一遍。手术很成功，只要注意防止术后感染，凭借他的身体素质，应该恢复很快。刚准备把他掀开的衣服推回去，周胜安沉着脸道：“江瑜，你在做什么？真是奇了怪了，怎么哪里都有他？在给病人检查。”
周营长连基本的医疗流程都不知道吗？我看着他，周胜安脸黑得快滴出沫了，大概又把自己带入前世的记忆了，见不得自己的妻子跟别的男人有接触。虽然他心里并不将原主当成妻子，胜安就连姚云也察觉出周胜安的不对劲，拉了拉他的袖子，没事。周胜安只差摔门而出。姚云的脸色变了变，扭头看向我，江瑜，你不过是巧合救了顾团长而已，别以为自己真有多厉害，人人都把你当香饽饽。姚医生，你还是先看好你家周营长吧，别让他像条疯狗一样随时发狂。姚云虽然可恶，但还是周胜安根源烂，上辈子才会娶了原主，又和姚云藕断丝连。姚云气得脸色僵住，还想说什么，却转身走了。我回头时，发现顾西周已经醒了，目光呆滞地看着我，对上我的视线，他的耳尖有些泛红，在阳光下接近透明。我连忙把他的病号符拉下来，清了清嗓子：“顾团长你好，我叫江瑜，年年有余的余，是这里的医生助理。关于你伤情的事，都可以找我，多谢。”顾西周耳尖还红着，眨眨眼，把视线转到别处。不用谢。转眼半年过去，我的医术突飞猛进。作为魏医生首徒，他很骄傲，恨不能逢人就夸。其实我很惭愧，这身技术虽然是我努力来的结果，但也是经过10多年的先进资源技术培养出来的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多救一些人。医院有去北市学习的机会，魏医生直接推荐我。我在医院的表现很好，很多人对此都没有异议，但还是部分人表示不服。为什么？魏医生，就因为江瑜是你徒弟，所以资源就往他那边倾。是啊，姚医生也很优秀，他来医院已经2年了，这个学习的机会就应该他去。姚医生也很优秀，有江医生优秀吗？他来2年医好的人，还没江医生半年医的多。一时间，办公室里形成2派，眼看就要吵起来。魏医生决定明天投票表决，大家都同意了。隔天上班时，护士安安拉住我：“江医生，你听说了吗？”我没有。安安说：“昨天晚上姚医生进了急救室了。”我有些惊讶，到底没说什么。昨天开会才说今天投票选举去京市学习，说什么都可能被人扭曲。听说是去小诊所做人流，没流干净。这回我更震惊了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查房时看到一脸胡渣焦急等在妇产科门口的周胜安和周母，周胜安也看到我。更诡异的是，我竟然在他眼中看到一丝怀念，肯定是我眼花了。正打算走掉，周母喊我伯母，我不得不和他打招呼。他拉住我的手，恋恋不舍地说：“我就说你才适合做我们周家儿媳妇，偏偏胜安不听，非要娶城里姑娘，孩子都不愿意生。你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？”妈！周胜安突然出声打断他，周母当即就捂着眼睛抹泪。我生了个白眼狼，一把屎一尿拉扯大的儿子，为了一个女人连爹娘都不要，说着就呜呜哭起来。周胜安无助地看向我，难道他以为我还会像前世的原主那样替他摆平？想屁吃！几个小时，姚云的事就在医院传开了，各种版本中，我大概知道他怕生孩子后变丑，所以决定流产，又不想让人知道，所以才去小诊所。去京市学习这件事依然是投票制，而且所有人都有被投票的权利。最后还是我胜出。学习了1个月，我发现后世的医疗设备和技术都更先进，
但也有一些看似简单却极为实用的医疗方法和技术被大家忽略掉，而且还面临一个大问题。尽管我在各项考核中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但我没有学历，所以没有主刀资格。我始终无法真正参与到手术中去。我更加渴望能够亲自操刀，为患者带来实质性的帮助。所以我决定我要上大学。回来后，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魏主任，他沉吟片刻，还是同意了。备考期间，我还在军医院从京市回来，姚云看我就鼻子，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我就奇怪了。明明是他出事去不了京市的，怎么一副我抢了他的机会一样？后来安安偷偷告诉我，周母到处说后悔娶这个儿媳妇，就应该娶我。我这是无辜躺枪啊！这种流言传下去，我也会很麻烦，所以决定找周胜安，让他解决。时隔1个月再见到周胜安，他整个人憔悴了不少。前世他官运亨通，向来都是光鲜亮丽，何曾如此狼狈？看到我，他有瞬间错愕。你回来了，这句话让我一怔，不过瞬间明白过来，说的是去京市学习的事。只不过这语气里的期待感是什么意思？我简单的说明来意。周营长，我不希望这样的话再传出来，对我的名声不好。周胜安尴尬道：这件事我会处理的。你们2个在干什么？姚云突然出现，周胜安的表情僵住。既然周胜安说会处理，我也不打算继续留。刚准备走，姚云大喊：江瑜，你别走，说清楚你们在干什么？周胜安无奈道：小云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哪样？姚云仿佛被踩到尾巴的猫。你是不是也后悔了，觉得应该娶她而不是我？周胜安脸色难看起来。你怎么这么无理取闹？看到这一幕，我想起前世的原主。周胜安也总觉得原主在无理取闹，只是现在变成姚云了。是我无理取闹，还是你们做见不得人的事，不敢让人说？姚云表情有些疯癫。我转身，周营长，你说过会处理好的，要是处理不好，就去政委办说清楚，别有事没事把我往你来那脏水里拉。大概我的话刺激到周胜安，他脸色黑得更厉害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绝对能处理好。不知道周胜安怎么处理的，关于我的谣言没再出现，而且姚云请假了1个星期后直接辞职了。第一次参加83年的高考，我还是咨询了很多人，毕竟现在考试内容和未来不一样。不知道周胜安抽什么风，突然找到我说：江瑜，你现在的工作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，你就别折腾了。高考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真是服了。周胜安，你的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我考不考得上关你什么事？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我就是考不上也要考，嘿，我就是玩儿，有本事你咬我，见我油盐不进。周胜安被气走了，运气加上实力，我一次性考上京市医大。拿上通知书那天，特意去周胜安面前感谢他。周营长，感谢你的谆谆教诲，不然我还没机会考上大学。周胜安脸都黑了。江建国一家看到我，脸也是绿的。很好，我很满意。寒假，魏医生给我写信，让我假期回来帮忙。我知道，除了让我帮忙，他也是担心我没地方可去。能回去帮他，我也很乐意。于是再次回到军医院。空闲时，安安拉着我，眼神闪烁。哎，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医院里可是发生了不少事呢，特别是周营长他们家，简直是戏剧性转折。我好奇地挑眉。另一个护士接过话茬，压低声音：你记得周营长的妹妹周莹吧？非要嫁给一个混混，
周妈妈坚决反对，结果母女俩争执中，周妈妈不慎摔倒，脑出血，现在瘫痪在床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上辈子周母也瘫痪，却不是和周莹起冲突，而是自己摔的。后来原主就辞职在家照顾，一心保障周胜安的大后方，让他专心搞事业。而周莹也确实要嫁一个混混，而做那个阻止她的恶人是原主。后来因为没嫁给心上人，周莹把所有怨恨加在原主身上。周胜安和姚云的来往，少不了他在中间牵线搭桥。这辈子他们兄妹皆是得偿所愿，皆大欢喜了。安安一脸八卦。姚医生照顾了周妈妈一阵子，受不了就让周莹回来。周营长没办法，只能请护工。结果又传出他和护工的风言风语，最后连护工都辞了。现在他是工作家庭两头忙，焦头烂额。周莹铁了心要嫁，谁拦着都不行。结果嘛，日子却不如意，常回娘家诉苦。周营长呢，因为家里的事，连军营里的好差事都错过了不少，现在只能做些文职工作，真是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军人。说着，大家一阵唏嘘。他们说的不完全对，周营长还有爱呀，只是没想到，才提到周胜安，中午就遇上他了。半年不见，我快认不出他来了，整个人沧桑狼狈，提着饭盒匆匆从食堂出来，看到我一愣，他勉强扬了扬唇，想说什么，我匆匆走开，我可不想有什么闲言碎语流出。他的表情一僵，攥着饭盒的手捏得嘎嘎响。姚云还是找上我了，上辈子他被周胜安保护得很好，工作顺利，事业步步高升，年近花甲，依旧优雅从容。现在不过20出头，却一身疲惫，皮肤蜡黄，很沧桑。看来这一对爱人也不过如此。现在你得意了？姚云出口就是恶言。我笑，我没有落井下石的癖好，但如果你非要把自己往别人扔的石头下垫，就受着。他气得脸色发青。我要和周胜安离婚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嫁给他了。试探，挑衅，我不屑。你还是别和他离婚，你们所死都别去祸害别人了。姚云，你要干什么？周胜安匆匆赶来，目眦欲裂。显然姚云的行为踩到他的雷区了。江瑜，是姚云不懂事，给你带来不愉快，我替他向你道歉，你别跟他计较。周胜安失望地看了姚云一眼，对我说道。姚云脸色难看极了。周胜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给你丢脸了是不是？我默默替他回答，是的，周胜安就是觉得你丢脸了，上辈子他也是这样对原主的。我只说，周营长，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姚云不服气，还想说什么，被周胜安狠狠甩了一巴掌。我实在想不到周胜安会动手打人，或者是上辈子原主没有忤逆他，所以才没有被打。我心底对他的厌恶更上一层。周胜安，你又为了他打我？姚云彻底疯狂了。上次你为了他打我，逼我辞职，这次你又为了他打我，你也不看看人家看得上你不？我震惊，原来上次姚云是因此辞职的。周胜安和姚云离婚了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并不意外。快开学时，周胜安又来找我，我准备避开的，他却主动走过来。江瑜，你为什么躲我？是我对他的嫌弃不够明显吗？只是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浑身一僵。你也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周胜安眼眸深邃地看着我。我是说，上辈子的你也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既然说破了，我也没什么隐藏的，只是我没告诉他，我不是原主。江瑜，上辈子是我错了，我不识好歹，我们重新来过吧，我会好好弥补你的。
他眼中仿佛有浓浓的深情，让我恶心。周胜安，你不是个合格的丈夫。我看着他坚定地说道，上辈子是，这辈子也是。你来找我，无非就是觉得我好操控，想让我继续替你照顾你的大后方，像上辈子一样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，打拼事业，走上人生巅峰。不是这样，我真的意识到是我错了，我想好好弥补你。他急切地解释。我摇头，如果不是，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？你不过是发现了你心中的白月光并不如你想象中那么完美，不能替你照顾父母，打理家务。你们都是寄生虫，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获得曙光，却又嫌弃别人的肩膀配不上你们的光芒。你别说，你和姚云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嗤笑。周胜安不死心，那孩子呢？我们上辈子有一双儿女，如果我们在一起，还能找到他们。他不提这茬还好，一提我更恼火。就那忤逆不孝的儿女，生下他们才是我毕生最大的耻辱，你知道吗？周胜安，我并不恨你，但是我恨他们。我怀胎10月，生育他们，半辈子培养他们。最后他们竟然站在道德高处指责我，他们就不配来到这世上，更不配当我的儿女。原主就是被一双儿女气死的，死前最后悔的就是生养了他们。周胜安仿佛备受打击，身体摇摇欲坠，不给周胜安再说话的机会。我继续说，周胜安，你不配拥有好的，而且我重活一世，不是为了给你收拾残局的。你走吧，不要再打扰我。说完这番话，我不再理会他的反应，转身离开。这辈子我只为自己活，永远别再见。我去京师攻读本科，研博连读，加上前世的经历，一路畅通，成为医学界最年轻的胸外科医生。后来听说周胜安选择复原，带着家人回到乡下老家。没2年，他母亲去世，弟弟因为打着他的名号到处借钱惹事，最后被抓，他也受到牵连，失去工作，过得浑浑噩噩，一生未娶。至于姚云，好像给人当三，被原配发现后直接报了公安，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关进去了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